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聊聊太阳。按说，既然是太阳系，我当然应该先聊它。但其实我在一开始并没有想把太阳系的天体做成一个系列节目，只不过觉得最近在航天上，月球、火星的探测器发射的挺多的，所以就想向大家介绍这两个天体的情况。但是我做着做着就停不住了，就把其他行星的情况也做成了节目。现在一看，已经把水、金、火、木、土星和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都介绍了个遍，再不介绍太阳，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包括地球在内，太阳系的8大行星，还有众多的矮行星、小行星和彗星，都在围绕着太阳公转。另外，像月球这样的卫星，也是跟着自己的母星围绕着太阳运转。说到太阳，就不能不说太阳系。太阳系身处银河系，位于银河系4条旋臂中的猎户座旋臂的外侧，离银河系的中心有26000多光年。另外，太阳系其实并没有在银河系的中心盘面上，而是距离银河系的中心盘面有20光年左右的距离。太阳系大约是在47亿年前诞生的，当时整个太阳系还只是一片分子云。这片分子云的前身是一颗超新星爆发留下来的残骸，而且在这之前还有过2次超新星的爆发。也就是说，我们的太阳其实已经是第3代恒星了。不过，太阳也是最后一代恒星了，因为现在的太阳质量已经不足以继续产生超新星爆发，所以也就不能生成新的恒星了。刚才提到了分子云，这片分子云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某种扰动，在引力的作用下开始聚集在一起，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中心的物质越积越多，物质越多，产生的引力也就越大，这样就能把更远处的物质给吸引过来。慢慢的，漩涡中心就把绝大多数的物质都给吸引了过来。随着物质越聚越多，当达到一定的阈值之后，核心的核聚变反应就开始发生了。至此，太阳就在原来的漩涡中心诞生了。不过，在大漩涡诞生的时候，在周围还有很多的小漩涡，这些小漩涡慢慢的形成了一批原始行星，早期的太阳系就这样形成了。其实，在太阳系刚刚形成的时候，原始行星的数量还是很多的，但那个时候的太阳系整体上还没有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轨道临近的原始行星就开始发生碰撞，形成较大的原始行星。较大的原始行星又会把附近的小原始行星给吸引过来。就这样，真正的行星开始慢慢的形成。等太阳系的整体慢慢的稳定下来，就形成了今天的太阳系格局。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万有引力创造了我们的太阳系。大家都知道，太阳对太阳系内的其他天体，无论是从体积还是从质量上讲，都要大得多得多。它的直径是地球直径的110倍，体积则相当于地球的130万倍。它的质量占了整个太阳系质量的 99.8% 以上。从构成上来看，构成太阳 75% 的元素都是氢，剩下的几乎全是氦，只有非常少量的其他元素。目前在太阳的内部仍然持续地发生着核聚变反应，也正是这样持续不断的核聚变反应，才让我们的太阳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通常我们对太阳核聚变的理解就是氢聚变成氦，其实太阳核聚变的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一般2个氢原子核会先聚变成氚，也就是重氢原子核，重氢原子核再与氢原子核发生聚变，形成氦3原子核，氦3原子核再与另外一个氦3原子核发生聚变，生成氦原子核和2个氢原子核。由于此时太阳内核的温度、压力还不足以使氦原子核发生聚变反应，所以关于氦的聚变就暂时停在了那里。
氦聚变产生的氢原子则可以继续参加其他的核聚变反应。当然，也有直接由4个氢原子聚变生成氦原子核这样的情况发生，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较小。在聚变的过程中，太阳还会把一部分聚变产物以离子的形式向外辐射。月球上的氦就是这些离子留在月球上的证据。在太阳的核心，每秒会有6亿吨氢聚变成 5.96 亿吨氦，剩余的那部分物质大部分都转化成了能量，向宇宙中辐射。正是这些能量中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孕育了地球上的生命，自然也包括我们人类。从恒星的分类上讲，太阳属于黄矮星。依照太阳的质量，科学家们算出太阳的寿命大约是100亿年。目前，太阳正处于壮年的主序星阶段。等50亿年后，当太阳内部的氢差不多都聚变成氦的时候，太阳的内核就会发生收缩。这种收缩会导致温度的上升，将原来位于外层的氢吸引向太阳的核心地区，从而引发新的核聚变，产生更多的热量。热量增加也意味着亮度的增加。另外，在此时，太阳的最外层还存在着一部分氢，这部分氢会因为受热向外膨胀，因此从外面看来，此时的太阳在持续的变亮变大，所以这个时候的太阳也就变成了红巨星。在这个过程中，太阳的半径可能膨胀200倍，越过金星的轨道，一直膨胀到地球轨道附近。这时，太阳就会变得不稳定。由于内部已经没有了足够的能量来抵抗自身的引力，所以红巨星太阳的核心就会发生坍缩，这就会导致核心的温度和压力继续上升。此时，太阳核心的氦已经处于电子简并态，粒子间的电磁力已经不足以抵抗核心产生的引力，核心的温度持续上升。当核心的温度达到1亿度时，核心的氦会开始发生聚变，把氦元素进一步聚变成碳元素。这个过程会非常剧烈，所以被称为氦闪，也就是电影《流浪地球》里提到的氦闪。氦闪能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直到把核心的电子简并态解除。所以这个阶段的氦闪其实是发生在太阳的核心处，在外面是几乎看不出来的。氦闪过后，核心剩余的氦就可以继续进行正常稳定的核聚变了。随着太阳核心中的氦一点一点的减少，碳会越来越多，然后太阳将再次进入核心收缩、外层膨胀的阶段。经过这么几次反复之后，太阳外层的物质就已经开始不受控制，最后通过一次大的爆发，把除核心之外的物质全部都给抛出去。请注意，这里的大爆发并不是指超新星爆发，它的规模要小很多。爆发后剩余的核心完全停止了核聚变，核心变成了一个主要由碳元素和氧元素形成的白矮星。这时的太阳，你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时的太阳却得到了永生。另外，由于大量的外围物质在一次又一次的膨胀和最后的爆发中被抛离，最后剩下来的白矮星的质量只有原来太阳质量的 50% 到 60%， 白矮星表面的温度则可能会超过10万度。太阳白矮星会继续在宇宙中慢慢的辐射能量，伴随着能量的流失，它的温度会逐渐的降低。几亿年后，它表面的温度会降低到1万度，再过50亿年，表面的温度又会降低到5000度。但随后，太阳白矮星表面温度降低的速度会越来越慢，数千亿年后，太阳白矮星的表面温度才会降低到3000度。这难道不是太阳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永生吗？说完了太阳的诞生和死亡，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构。太阳由外到内可以分成6层：日冕层、色球层、光球层、对流层、辐射层和内核。其中，日冕层和色球层、光球层这3层也被称为太阳大气。
光球层以下才是太阳的内部。太阳的内核半径是整个太阳半径的 25%， 这里是真正发生核聚变反应的地方。这里的温度超过了1500万摄氏度，压力则超过2500亿个大气压。太阳发出的包括光在内的全部能量都产生于此。在这儿我要多说一句，我们大家都知道，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大约是 1.5 亿公里，光子从太阳的表面到地球大约需要8分钟的时间。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太阳的半径大约只有70万公里，而一个光子从太阳的中心出发到达太阳的表面大约需要10到17万年的时间。所以您看到的每一束太阳光其实都是一束来自遥远过去的光芒。造成光子从日心出发要经历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太阳表面的原因，是因为光子从日心出发到达表面的过程走的并不是一条直线。在这段路程中，光子不断的被太阳内部的等离子体吸收，然后再发射。每次再发射，光子的行进路线都会改变，导致光子最终抵达太阳表面时所经历的路程要远远的大于太阳的半径。当然，我前面提到的10到17万年的时间只是个统计学上的概念，单个光子从日心抵达太阳表面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说完了太阳的内核，咱们再来看看内核之外的辐射层。所谓辐射，指的是具有温度的物体向外发出的电磁波。这种电磁波也叫热辐射，其他物体受到这种辐射后，温度也会相应的升高。热辐射的本质就是电磁辐射，而电磁波的传播无需介质，所以热辐射也不需要介质。之前我在节目里总是提到，在太空不但保温是个问题，其实散热是更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这3种常见的热的传播方式中，只有热辐射还能在宇宙中起作用。由于太空中的粒子的数量极少，热传导和热对流在宇宙中几乎并不存在，因此散热才成了太空中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会直接影响到核动力航天发动机的研发。在太阳的辐射层里，由于压力很强，温度对密度的影响极其微弱，所以在这个层，热量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辐射。而在对流层中，由于压力小了，温度对密度的影响就成为了主导因素，此时就产生了对流，所以太阳的这一层被叫做对流层。介绍完了太阳的内部情况，再让咱们来看看太阳的大气。如果您从地球上看太阳，会感觉它挺平静的，但其实在太阳上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各种各样剧烈的活动。这些活动中不仅仅是在内部的辐射层和对流层，在太阳的大气部分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剧烈活动。就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太阳黑子、耀斑和日珥等等。太阳黑子其实就是光球层物质剧烈运动而形成的局部强磁场区域，这部分区域的温度相对比较低，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显得比较暗。太阳黑子的多少每天每年都不一样，有高峰也有低谷。黑子活动的高峰期伴随而来的是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的抛射，而这些现象会对地球的磁场和电离层产生强烈的干扰，影响地球上的通讯，甚至引起地球的磁暴现象。另外，地球上的极光也是由太阳黑子引发的日冕物质抛射而导致的。说完了太阳黑子，再来看一下什么是耀斑。耀斑也是一种剧烈的太阳活动，是太阳能量高度集中的释放过程。和太阳黑子不同，耀斑一般发生在色球层里，所以也叫色球爆发。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太阳的表面突然出现一个非常闪耀的亮斑，持续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它会向外辐射出各种波段的射线，包括冲击波和高能粒子流，所以它也会对地球的磁场产生强烈的影响，包括干扰各种无线电通讯。太阳的色球层
除了会产生耀斑之外，还有一种剧烈的活动，就是日耳，因为它看起来非常像太阳戴了一个耳环。除此以外，太阳大气中还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活动，但这些基本上都和太阳的磁场的多少变化有关。由于太阳内部是等离子体，这就使得太阳的每个部分的转速都不一样，很可能在赤道比较快，而在高纬度地区就比较慢。所有这些就导致了太阳内部磁场线非常混乱，经常会纠结在一起。另外，太阳的整体磁场差不离每11年还要彻底翻转一次，这也就是太阳黑子大多以11年为周期爆发的原因。好，关于太阳，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